嗨 ，Hello， 嗨，哦，坐在这边休息一下哈，因为等一下我们要从这边走到 Grouse Grind 的路口哈。那今天因为时间拖得比较长，我不晓得能不能爬 Grouse Grind， 但是我们试着走到那边看看距离有多长。那么如果今天没有时间的话，我们下次再找个时间来爬 Grouse Grind 哦。OK， 好，嗨，大家好，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走到这个 Grouse Grind 的路口啊。OK， 我们现在就要沿路走过去哈。那从 Google Map 看起来，大概还有1.4公里左右了哈。那我想1.4公里大概走个20几分钟左右，大概25分钟吧。如果走快一点，可能20分钟能到。试试看啊，到那边再给大家介绍啊。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 Grouse Mountain 的 Regional Park。然后这里是一个停车场，比较远的停车场。那前面就是所谓的 Skyride Entrance， 就是缆车的搭车的地方了。但是，一般登山客呢都是爬上去、爬下来的。如果你是只有1天的旅游、2天的旅游，但时间不长，你可以坐缆车上去的下来。好，那么就这样子咯。哇，又是大巴士。这里真的是变成温哥华有名的观光区了哈，国际性的访客非常的多。现在就坐 SkyTrain 不坐这个 Skyride 上去啊。那有些人呢，你看骑脚踏车上来，然后他们可能要爬上去吧，我想。哇，这一批游客真多哇！然后这边有一个 Grouse Mountain。The Peak of Vancouver。OK， 你可以知道这是温哥华市附近最高的一座山了啊，可以登山的地方。The Peak of Vancouver。然后这边有很多这个小的咖啡厅、餐厅，你可以这边补给一下哈，上厕所啊，有个 Starbucks 可以这边喝咖啡。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吧，等一下再说。哇，看起来。我们将要有新的港达拉了哈，旧的那种像 school bus 一样的港达拉会被 replace 哈。那这个 project 现在进行，好像今年秋天会测试，然后到了明年的冬天，也是2025年的冬天会 open 啊。OK， 我们拭目以待了。所以现在不要做港达拉，等到它新的 open 之后再做。这个就很像我们这个台湾猫空的这个港达拉。坐在这边乘凉就好舒服啊。哎呀，今天因为前面走了太多路了，现在已经下午2点半了。那我就不晓得我现在如果爬到 Grouse Grind 上面去会花多少时间，因为事实上以前呢，我大概都是花1个半小时左右了，慢慢走，1个半小时走到上面去，那其实是蛮挑战性。但是现在呢，体力没有以前好。可能我想估计2个小时到2个小时半，那上去就快5点了，那还要再走下来，那就可能要7点多了哈。那在别的地方花了很多的时间，所以到这边有点累了哈。这边已经是 Grouse Mountain 的山脚下，那要爬到这个 The Peak of Vancouver， 也就是 Grouse Mountain 上面的话大概要登高差不多1000公尺左右啊，1000公尺左右，然后有大概不到3公里的路，但是非常陡。那我现在在考虑，我现在有没有体力爬上去？毕竟，事实上今天总共从早到晚已经走了大概7、8公里的路了事实上蛮累的，所以我准备打道回府了。那么，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我会把以前爬 Grouse Grind 的影片找出来。然后放在这后面，然后给大家来观赏为什么我那么喜欢每年挑战一次 Grouse Grind。主要是爬上去的过程就是对自己体力和的一种检验跟考验了再加上上面山上的风景非常漂亮，还有秀可以看那就算你买一段这个港达拉的来回票都是值得的哦。好，这是一段在
疫情之前呢，就2019年秋天我去爬 Grouse Grind 的影片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多陡啊！哎呀，这是我当时的服装打扮，看起来就像这个西部牛仔啊。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几乎就是差不多高于60度以上的这种陡坡啊，60、70度的陡坡啊，真的非常非常的陡。那你看，我们要在3公里的路径里面要登高1000公尺，你可以看这个斜角有多高啊！大家可以用三角函数去算一下。好了，你看我们走超过一半了以后呢，我们几乎所有的衣服都要脱掉了，外衣都要脱掉，只剩下内衣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也是让我们喘口气的时候了。那我想走到这里就没有退路了，你一定要继续走下去。后面的1/4路程，事实上是最难走的，因为你这个时候已经，该流的汗、该流的血都流了啊，然后体力该耗尽也耗尽了，这个时候就是靠意志力爬上去了。这条这个具有挑战性的这个 Grouse Grind 呢，每年会吸引15万人左右来这边登山挑战哦。这些人不只是 local 的 people， 还有很多都是来自国外的挑战者啊。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来挑战哦。这条路径叫 Grouse Grind， 为什么叫 Grind 呢？顾名思义就是很磨难的意思啦，就是很不容易的意思啊。不过当你看到前面那出现的那栋木屋的时候，那就是终点站了，就是我们的山顶到喽，太棒了！好，那我们就现在360度转一圈，除了让大家看看这山顶的风景之外呢，顺便让大家看看我们刚才爬上来的那条路，你从这边看下去有多陡啊！你看，还有很多人还在奋斗当中哦。这个 Grouse Mountain 山顶上呢，事实上有很多的游乐设施哈。那今天也许没有办法一一的介绍，但是我们给大家浏览一下。这有一个很轻松的步道，你可以直接沿着这个步道就可以浏览所有的设施哈。那很多就是适合青少年、小孩还有各种年龄人可以玩的。你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风车的地方，那个就是你可以爬上去。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爬到半山腰，还没到风车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大温地区的 view 多么漂亮啊！那我们再往回头看，刚才那个就是 Grouse Mountain 山顶的那个木屋的地方也是非常漂亮啊。那这条路呢，事实上就可以带领我们一直爬到风车顶，那也可以从这条路在风车里爬下去啊。这是一条非常比刚才那个轻松的一个步道啊。那在这个山顶上还有这大灰熊哦。事实上，在 Grouse Mountain 上面有2只很有名的大灰熊啊。他们都是在孤儿的时候，大概不到1岁就被收养了。那他们的故事非常精彩，以后大家可以自己来看看哈。那一只叫做 Grinder， 一只叫 Cooler。那么他们都已经在这个山上生活将近20年了哈。所以我算是也是从小看他们长大的啊，因为每年来看嘛，每年来看一次。那他们越长越壮啊，他们现在几乎是这个Grouse Mountain 上面的大明星了哈，不管是小孩子、老年人呢，大家来这边都一定要来跟他们这个面对面的看一看哈，他们真是蛮可爱的哈，但是他们也是凶猛的野兽，不要忘记了，千万不要认为他们是家里养的小猫小狗啊。所以如果你是
偶尔来一次观光客呢，或者是住在本地很久但从来没有上 Grouse Mountain 来看，鼓励你真的是上来一次啊！不管你是爬上来还是坐缆车上来，就算你花了钱坐缆车上来，包括看这些灰熊，还有这漂亮的 view， 再加上还有很多的秀可以看哦。那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在影片里一一跟大家介绍，但是你来了就知道，好，绝对值回票价。好了，影片不能太长，我们现在该打道回府了。那么喜欢的话就帮我们按赞、分享、留言，并且订阅、开启小铃铛哦。好，我们下次影片见了，拜拜。